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空降女领导后，我摆烂了，商务约谈不去，部门规划不做，老客户维系我直接递辞呈。1个月后，公司大楼交租，我又一次站在他面前，续租可以，租金翻倍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失恋当天，我遭遇职场滑铁卢。总监办公室内，我和那个油腻的中年男人沉默对峙。5分钟后，他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：“你还年轻，晋升的机会有很多。”我呵呵一笑。所以呢，他活不过明天了，这是他遗愿。总监面色一僵：“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。”我摊了摊手，神色平静。我只是说话难听，但他是做事恶心。我和陈慕扰关系不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他的理想估计是走上大荧幕，为人非常碍眼，背地里使绊子，表面上叫姐妹。跟他不同，我分得清是人是狗，喜欢都在明面上，讨厌也在明面上。陈慕扰是典型的情商派，见人3分笑。不管工作如何烂，表面态度一定是好的。我错了，下次一定注意，是我的问题。然后下次把事情搞砸，让全组陪着加班熬夜的人也是他。在我看来，工作能力至上，把活干了，不给其他人添麻烦，带着大家一起挣钱，比100句好听的话都有用。去年我拉了3个大单，全部门业绩第1，总监许诺给我晋升，没想到最终这个位置却落到了陈慕扰的头上。我听慕扰说，你这段时间在忙个人感情问题，女孩子嘛，找个好人嫁了，比什么都强。听着总监的脑瘫发言，我怒极反笑。我分手了，我的前男友是陈慕扰的现男友，我被绿了，你也被绿了。3句话，信息量爆炸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透风的墙吗？陈慕扰和总监那点破事，大家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。真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面子里子都给你撕了。总监的表情先是惊讶，然后是恼怒，最后是紧张。惊讶，因为他没想到陈慕扰抢了我男朋友；恼怒，因为陈慕扰是他小情人，他被绿了；紧张，因为我戳破了他跟陈慕扰见不得人的关系。我看着总监丰富的表情变化，替他叹了口气。知道什么叫业力回馈吗？解释一下，就是做了恶事，会遭报应。总监看着我，想骂人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助纣为虐的是他，活该的也是他。临走之前，我不忘提醒，对了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今晚7点半，埃米尔西餐厅，陈慕扰约我摊牌，我邀请你做特别观众。关上门，我心情大好。吃饭吗？讲究的就是一个热热闹闹，又是西餐，桌上有刀有叉，打起来也方便。那西餐厅我看了，位置极好，左边是医院，右边是警局，配套设施主打一个齐全。晚上7点半，埃米尔西餐厅，陈慕扰化了精致的全妆，挽着尹科出现，胜利者的姿态摆得很足，但在我看来，不过是小人得志的嘴脸而已。陈慕扰落座，炫耀战利品一般的介绍道：“介绍一下，尹科，我男朋友。”我摆摆手，介绍就免了，我用过，很熟。陈慕扰，你，尹科，一定要这样吗？好聚好散，不行吗？我笑了，好聚好散，这是在想屁吃。过去，你绿我，现在被我死对头当作攻击我的武器，明知道我会受到伤害，却还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去做，到头来反问我，好聚好散，不行吗？行，怎么不行？我朝着角落的桌位瞟了一眼，坐在那里的总监早已按捺不住。紧接着，我屈指敲了敲桌面，
吐字格外清晰，想要好聚好散没问题，我只求个死心。听到我这话，陈慕扰的得意劲儿又上来了。怎么个死心法？尹科的态度还不够明确吗？不够，除非你们当着我的面亲一个。对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不浇点油怎么能行呢？不管是陈慕扰还是尹科，都没想到我会提这个要求。你说什么？尹科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亲一个？别告诉我，你们背着我出了这么久，没亲过？怎么玩柏拉图？我话音刚落，陈慕扰就拉过尹科，吻了上去。如果不是看见了一脸愤怒冲过来的总监，我肯定会拍手起哄，感叹一句：浪漫，浪漫极了。可惜我这边刚抬起手，那边总监就已经一把扯起了陈慕扰，啪，干净利落的一耳光，毫不拖泥带水，就连我都忍不住感叹一句：中年人好身手。陈慕扰先是被打懵了，愣了几秒，紧接着就是抑扬顿挫的哭。对，就是抑扬顿挫。他先是嚎了一嗓子，然后反应过来这里是高级餐厅，非常不雅，又硬生生憋了回去，换成小声的呜咽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楚楚可怜一些。要不怎么说他的理想是走上大荧幕？这演技的锻炼都是时时刻刻的。参与闹剧的所有人里，只有尹科是最为茫然的。这个蠢货甚至下意识拉过陈慕扰护在身后，怒视着打他女友的那个坏人：你干什么？随着尹科的一声怒吼，总监也爆发了。但能坐到这个位置上，他也不是什么特别拎不清的人。他的视线直接越过尹科，望向躲在后面飙演技的陈慕扰：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你的晋升也是我给的，到头来在外面养小白脸是吗？他妈的，还敢绿老子！简明扼要，句句重点。看着茫然的尹科，我念在过去有一段的情分上，好心给他们彼此做了个介绍。嘿嘿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监，也是陈慕扰的金主爸爸，他在给人家当情妇。这位是尹科，也是陈慕扰的男朋友，他在用当情妇换来的钱包养小白脸。说完，我还看了一眼尹科，脸是挺白的。介绍完毕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抬手指向陈慕扰：这位是今天的女主角，陈慕扰女士，不是喜欢演吗？来来来 ，C 位给你。不得不说，今天来这家餐厅吃饭的人绝对赚翻了，有饭吃，有免费的表演看，顺带赠送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舞台宽敞，剧本人设清晰，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表演了。狗咬狗一嘴毛的戏码，我并没有十分好奇，将舞台让出来，我便转身离开了。后来我听说那一天的故事非常热闹，足以载入该餐厅的100年史册。医院和警局他们都去了，看多点准备，总归是没错的。总监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，嘴角还有淤青，脸上还有指甲的抓痕。送材料的时候，我看着在给自己上药的总监，忍不住调侃：哟呵，这是被2v1了，早就跟你说了，要锻炼身体，偏不听。看看挣钱再多有什么用？到最后还是抵不过真爱的力量吧。看着总监咬牙切齿骂他们是狗男女的模样，我心头一阵冷笑，放下材料，我准备离开。热闹看够了，回工位舒舒服服吃个下午茶，然后等待下班。等下，为什么没有部门规划？身后的总监喊住了我，皱眉问道：明天就要跟总部汇报了，你怎么今天连规划都没做好？面对总监义正辞严的责问，我笑得格外轻松。你是不是忘了，现在的负责人是陈慕扰，任命书都下了，有他这个正式的，我自然不该继续插手这些事情了呀，不然的话，别人还以为我要做什么呢。说完，
我又看了眼时间，距离下班不到1个小时了，也不知道陈部长能不能搞得定。我当然知道他搞不定，我也知道他又要撒娇卖萌求帮忙了。但这一次，我必然不会让他如愿。从总监办公室回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吃饭。今晚去堂阁，大家赏个脸吧，所有消费我买单。听到这话，本来还一片死气的办公室顿时燥了起来。陆姐大气。什么陆姐？那是我们陆爷。对，陆爷是个敞亮人，比那些让帮忙买个奶茶都拖着不给钱的人强多了。最后一句话已经不是阴阳了，而是明示。说实话，有的时候我也很好奇陈慕扰的消费观。按理来说，总监给他的钱并不少，要拿下尹科那样的小白脸，他也不可能表现得太抠搜。可偏偏他在日常消费上总是让人很迷惑。每次同事问要不要一起买水果或者买奶茶的时候，他都特别积极，但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推诿，不是在忙，让等一会儿，就是说什么下次一起结，钱没多少，但真恶心人。一回两回，大家也懒得计较，次数多了就很下头。同事这话一出，周围也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刚从总监办公室出来的陈慕扰。陈慕扰的脸色很差，看样子是我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被叫进去了。不用想就知道，两人撕破脸了，自然要公事公办，很有可能还会夹带私仇。因此，那个规划案就要看我们陈部长自己的表现了。同事的那句话，他自然也听到了，只是恰巧他有事求人，只能厚着脸皮说一句：“哎呀，小江啊，这事儿我是真忘了，现在就给你转，现在就给你转。”说着，陈慕扰就一脸肉疼地结算了他这半年的累积欠款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真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的时候，陈慕扰又话锋一转：“对了，小江今晚有空吗？人家有个规划案想请教你，弄好之后我请你吃楼下的拉面。”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我适时开口，对着众人招呼道：“今晚的聚餐要去的都报个名，我准备定位了。我去+1，还有我。”办公室里格外热闹，摸不清楚状况的陈慕扰只听到了聚餐2个字，脸也立马拉了下来。什么聚餐？部门的活动经费还没有申请下来，按照总监的意思，团建活动是下个周末去爬山，还不带我开口。站在陈慕扰旁边的小江先乐了，这么喜欢占用休息时间运动，你就自己去吧。另外，今晚的聚餐是人家陆爷请客，堂阁米其林3星。说完，小江又欠欠地补了一句：“抱歉啊，陈部长，我是个俗人，你的拉面和米其林3星比起来，我还是想选贵的。至于那个规划案，在其位谋其职，它不是我这个等级的小兵能做的事，还得您亲自操刀才行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也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，在这里没人服陈慕扰，更何况帮忙擦屁股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谁又愿意干呢？”晚上7点，堂阁。没想到我跟尹科的见面会如此之快，1天1见，这频率简直比我们热恋时还要高。坐在尹科对面的自然不是陈慕扰，他眼下还在办公室苦哈哈地做他能力范围之外的部门规划案。看到我进来，尹科脸色大变：“怎么这就怕了？”我望了尹科对面的女人一眼，论年龄，给尹科当妈都够了，但脖子上的祖母绿着实够显眼。对于尹科的选择，我并不是很惊讶，他能背叛我，自然也能背叛陈慕扰。尤其是在昨晚之后，
他应该也彻底清楚了陈慕扰的真实处境。陈慕扰养不起他，他在我和陈慕扰之间做了错误的选择。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也感谢陈慕扰，毕竟如果不是陈慕扰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看透尹科的真面目。想到这里，我沉了沉气，向着尹科那一桌走去。看着如临大敌的尹科，我笑了笑，并未与他说话，而是笑着望向他对面的女人。陈阿姨晚上好，真巧在这儿遇见您。陈阿姨跟我家世世交，自小家境优渥，吃穿不愁，靠着祖业一生富贵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之前被凤凰男欺骗，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婚姻变故，让陈阿姨也变得谨慎了很多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尹科的手段，明白要是一个男人铁了心算计一个女人，多多少少能骗到一二。尹科没想到我跟陈阿姨认识，顿时有些慌张无措。我明白他是害怕我坏了他的好事，看格局小了不是，到底是谈过一场的。我非但不会坏他的好事，反而还会给一把助力。陈阿姨很喜欢我，也待我极好。从我有记忆起，逢年过节都能收到陈阿姨的大红包。我一直都在琢磨要怎么回报陈阿姨，毕竟她财富自由，吃穿不愁。只是没想到，眼下这报恩的机会竟然直接送上门了。陈阿姨，你也是尹科的客户啊！此话一出，我明显感觉到尹科僵住了，陈阿姨也顿时警惕起来。客户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？陈阿姨的脸上还端着笑，只是笑意未达眼底。全职男友啊！我自然而然地介绍道，随后又强力推荐了尹科一波。我之前也用过他，非常有职业精神。你说一句想吃什么，半夜跑遍全城也会给你弄到，所有的小细节都会注意，喜欢的颜色、忌口的食物、幸运数字，啊呀，反正谈恋爱就那些事，尹科都能做好的。而且做得比普通男友好太多了，情绪价值绝对拉满，让你这钱花得物有所值。说完，我还压低声音又补充了一句，而且年轻力壮，又温柔体贴，简直不要太好用。听完我这些话，陈阿姨哈哈一笑，再看尹科的眼神已经变了。接着，她又意有所指地拍了拍我的手，行。阿姨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谢谢我们家小宝贝的提醒。过2天，阿姨给你介绍一个大单。哟呵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虽然我对那家公司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，但唾手可得的单子，自然是不要白不要。再说了，就算不给那家公司，自然还会有其他的用处。我笑了笑，感激的话不要钱似的往外说。最后，我又看了尹科一眼，把陈阿姨伺候好了，再加上我这个活体招牌，你以后的生意肯定好做。意料之中，我没有收到尹科的感激，反而被他怒目而视。怎么，想做生意又不想受气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过去的隐瞒、欺骗和伤害，我当然不会算了。这不是我报复的开始，也不会是结束。跟部门同事聚餐完，我心情愉悦地走向自己的车，然后就发生了不太愉悦的事情。我看到了尹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定要毁了我才甘心吗？没想到你是这种睚眦必报的人，就这还说爱过我，鬼才信！经典的先发制人，经典的人品、感情、道德压制。看着恼羞成怒的尹科，我突然笑了，笑自己识人不清，笑自己错付真心。原来他不仅没有爱过，还一直都不明白什么是爱。爱从来不是无私的奉献，而是占有，是想要以真心换真心的渴求。尹科，你错了，
正因为我爱过你，所以我此刻才如此的恨你。我宁愿你大大方方地告诉我，你就是冲着钱来的，那我未必不愿意为你提供的价值买单。我所恨的，我所报复的，是你打着爱的名义权衡利弊，图钱谋财，是那些欺骗，那些心机。我从来不认为现实有什么不好，我也从来不认为你想过的好是什么错事。我讨厌的是你一直打着恋爱的幌子，让我付出真心，到头来我的真心显得是那么愚蠢。是的，我曾经真的想过跟尹科组建家庭，我甚至还跟父母说了这件事。我妈听完之后就立马表示了反对。我爸沉默很久之后说了一句：脱离家里给的所有资源，只要你能跟他处3年，3年后我就答应你们。在那之后，我离家出走，拼命工作，为的就是向爸妈证明我和尹科的爱是坚固的，尹科是值得的。可事实证明，这段感情从头至尾就是我一个人的犯蠢。还好，现在醒悟还不晚。还好，我有一个明智的父亲。摆脱尹科，我回到家里，这回不再是那个阴暗狭小的出租屋，而是我真正的家。3层的洋楼，宽敞明亮，关键是还有爱我的爸妈。面对父母，我愧疚地跪了下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次的道歉是为我之前的荒唐行径。我知道我的任性给他们造成了伤害。接着，我从口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3200块，这笔钱不多，但却是我第一次出去工作拿到的工资。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，我的工资也水涨船高，但没有什么能代替这笔钱的意义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，爸爸低声说着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真正感觉到父亲老了。过去的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我承认错误，以后我会做正确的选择。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，也愿意付诸行动。之前父亲一直让我继承公司，熟悉自家企业流程，可我却像个脑瘫一样，动不动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相信那些虚假的爱情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我应该爱的人是谁，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。爸妈，我跟尹科已经分手了。另外，我明天就去公司办理辞职手续。这段时间我在外面也算是经历了锻炼，回来之后也会在自家公司踏踏实实好好干，好好学，没有太多煽情话语。相比于那些没用的，我更喜欢用行动证明。关于尹科的事情，爸妈并没有问我太多。至于辞职的选择，他们更是举双手赞成。是啊，有钱不给家里赚，非要给别人当打工仔，这样的蠢事我是绝对不会再做了。而且经历了尹科，我也不会再相信那些没用的情和爱。我现在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要做出自己的事业，享受自己的人生。我回公司递交辞职申请的时候，总监并不愿意放人。关于陈慕扰的事情，我后续肯定会有一个处理结果的，你再等等。总监还以为我辞职是因为陈慕扰，立马给出回复，希望能够借此挽留我。我知道，在陈慕扰和尹科的事情被捅破之后，总监不可能再继续扶持陈慕扰。相反，以总监睚眦必报的性格，陈慕扰下台也是早晚的事情，而且他以后在业内估计都很难找到工作。为了一个尹科，值得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又忍不住自嘲，我没有资格说陈慕扰，因为我之前上头的程度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似乎无论什么时候的女人都要经历一个名为恋爱脑的劫，唯一的差异化是，有的人只需要渡一次劫就长记性了，有的人则来来回回反反复复，
尹科恰到好处的推拉和无私的付出，总能不自觉地让人沦陷。等到发现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可经历了那么多，跳出来再看，只觉得幼稚又可笑。唯一可惜的是，曾经年少时的那颗真心。关于陈慕扰的事情，我已经报复过了。我相信后面你也不会让他好过，你会有你的手段。这次提辞职，我心意已决，毕竟我也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。说到这个程度，总监也不好挽留，只是叮嘱我做好交接工作，按照流程，我还是要交接给陈慕扰。没关系，刚好有个大的惊喜要给他，交接给本人。正好我找到陈慕扰的时候，我还没开口，他就先说话了。明天上午有个商务约谈，你比较熟练，你跟我去。对了，晚上再陪我去吃个饭，主要是你那边的老客户维系。我现在也不是职场菜鸟了。陈慕扰话里的意思我自然听得懂。商务约谈，我比较熟练，我跟他去，谈好了就是他的功劳，谈不好就是我的锅。老客户维系，现在还是我的老客户，一顿饭之后就变成他的老客户了。看来这陈慕扰也不算太蠢，他知道总监要对他下手了，现在急着找存在感呢。只是从我手里抢资源，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。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套，在我这里根本不适用。我将辞呈递给他，我东西不多，今天下午就能收拾好。陈慕扰愣住了，他根本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撂挑子。过了片刻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开始拿规章制度要挟我。按照流程，你应该提前1个月通知，换句话说，你至少要1个月之后才能走。我点了点头，可是总监已经批了，而且这个月的工资我也自愿放弃了，倒也不是有钱任性，主要是我想花钱买个安静。天天看到陈慕扰这种垃圾，真的会让人的心情不太美丽。对了，关于交接工作，我也会按照规章制度完成的。首先，我会完成一个交接清单表，然后今天下班前，我会进行一个口头交接，录像录音。最后1个月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请教我。这个交接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我都仁至义尽了。说完，我也不再理会陈慕扰是什么表情，转过身回到自己工位，开始做收拾东西。那么多的事情，还赶着下班呢。本来离职的事情，我是打算找个会议室跟陈慕扰单独聊的，结果他为了耍领导威风，非要直接在办公区域内撒欢。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见证了他的碰壁，也知道了我炒他的事情。所以说，没本事就低调一点，对谁都好。当然，我知道今天不是我跟陈慕扰第1次见面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下一次见面就是公司大楼的续租日。最早的续租是我来谈的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栋大楼是我家的资产之一，只知道自己莫名幸运，以1/2的价格谈下来了租金。当时大老板乐得合不拢嘴，当即给我涨了工资，还把我从一个小小的人事职员调去了能拿更多薪水和提成的销售部。现在想来，哪有那么多幸运的事情？我所有自认为的幸运，其实都来自于爸妈的心疼和不舍。如今，我既然已经离开这家公司了，租金自然也要恢复正常值。好巧不巧，陈慕扰揽下了这个活，这自然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他大力争取的结果。他跟我进公司的时间差不多，当初我谈续租的时候，他就向我打听过具体的情况。那个时候我又傻又天真，对爸妈请来的演员一顿夸，说他们超级好说话，人美心善，沟通起来毫不费力。
听完的人都以为我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，陈慕饶也是如此，也包括那个时候的我。现在陈慕饶利用这个信息，准备借此给自己留在公司以及提升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加码。可惜这一次他又打错了算盘，因为他要面对的不是演员，而是我，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当我坐在陈慕饶对面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的表情真的很让人惊喜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面对陈慕饶带着质问的语气，我笑了笑。这栋楼是我家的，我在这里不是很正常。果然，陈慕饶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了。自从离职之后，我也没有再遮掩什么。有钱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，更何况我在公司也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人，除了陈慕饶。但是我看不起他也跟钱没有关系，就是单纯讨厌这个人的虚伪和小聪明。我是带着诚意来谈判的。陈慕饶慌了，但还是在努力维持体面。可他根本就没什么本事，见到这种状况，气场下去了一半，还有什么谈判的胜算？更何况以德报怨从来不是我的习惯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我要的是以牙还牙，抢我功劳，占我便宜，现在还想捡漏？真当全世界只有他一个聪明人啊！我站起身，对着陈慕饶字字清晰地说道：不管你带着什么来，今年的租金都会翻番，别误会，只是恢复市场价而已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过去几年打破市场平衡是我的问题，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问题了。看着陈慕饶铁青的脸，我耸了耸肩。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回去交差，冲某个男同事撒娇，这招应该也没用。毕竟对于他和总监的关系，大家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。现在你谈判失败了，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？我看着陈慕饶开口问道：什么建议？陈慕饶戒备地看着我，我放松心态，诚恳地回复他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自己的单自己买，谁的锅给谁背，谁的功劳就给谁。这不是说教，也不是鸡汤。能混迹职场的人，谁都不傻，堂堂正正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才会有人气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支持。越是玩小聪明，越是惹人厌。还有就是，老板喜欢有责任、有担当的人，能做到老板那个高度的人更是精明。一件事孰是孰非，基本看一眼就知道。这种时候甩锅，除了给人留下一个不堪大任的印象之外，毫无用处。很可惜，我的话听到陈慕饶耳朵里就成了讽刺。他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，会议室的门摔得巨响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对着助理叮嘱：记得检查一下会议室的门，如果坏了，让他们赔。做生意嘛，既要挣大钱，也要看得见小钱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开始专心工作。陈阿姨的单子，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，我给了自家公司。因为之前的工作经验积累，我也在自家公司里开辟了新的赛道，同时还对于原本的产业做了创新优化。原本给人打工的劲头，我现在全部用在了为全家创富的路上。公司是我家，没错，公司的确是我家。有几次老妈来看我，都心疼的让我回去歇歇。毕竟我已经在公司住了1个星期了，他们看我不着家，还以为我谈恋爱了呢。呵呵，谈恋爱哪里有搞钱香？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有钱可以为所欲为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搞到钱，还可以昂首挺胸，为所欲为。当然，必定要在法治的范围内。就比如尹科这孩子不遵纪守法，听说已经被教育了。其实我也想不通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，但他也的确证明了，挣过快钱的人
很难再回归正常生活。因为之前的那些事，尹科跟陈慕扰是彻底闹翻了。而且就算不闹翻，陈慕扰失去了总监这个小金主，也根本养不起他。至于陈阿姨，有了我的提醒之后，陈阿姨自然不会再理他。与此同时，在吃软饭的这个圈子里，尹科也跟着混不下去了。如果尹科踏踏实实找份工作，说不定人生还会有另外一番局面。可吃软饭来钱太快又太轻松了，他根本不可能放平心态当一个打工人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在陈阿姨面前的那番话点醒了他。总而言之，尹科还真去做了全职的，只是没过多久，他工作的会所就被查封了，连带他也进去配合调查了。再见尹科时，我感觉面前的这个人陌生了许多。我不敢相信，短短的几个月，怎么会让我当初迷恋的干净少年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当然，也有可能他早就已经变了，只是我自己给他镀上了一层滤镜。能给我借点钱吗？不管钱多钱少，有一点算一点。我无法想象，尹科又是预约见面，又是在大厅里等待，就为了跟我说这句话。但仔细琢磨一下，又没有什么好意外的。是啊，早就过了风花雪月的年纪，眼下还在的只有现实。此时的尹科一脸疲惫，20出头的年纪竟然已显老相。他的眉眼处是掩饰不住的市侩和算计，最重要的是对金钱的渴望。为了钱，他已经放弃了许多，同时也还可以放弃更多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他，并非在他假装偶遇的路口，也没有那场刻意制造的浪漫。他是我同一个大学的学长，我们相见是在嘈杂的校园晚会后台，周围的人忙忙碌碌，有对流程的，有化妆的，有背词的，只有他安静地坐在角落，戴着耳机，闭着眼睛在听歌。周围的所有嘈杂似乎都被一层无形的墙隔开了，他在的地方自有一番天地。少年干净的模样也是在那一瞬间刻进了我心底。尹科，就你一个人这么清闲？旁边画着怪异妆容的男孩用肩膀撞了撞他，揶揄道。尹科缓缓睁眼，舒展身子，回以温暖的笑容。没办法，作为一棵树，我就这么清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扮演的是一棵树，没有台词，只要穿上定制的外衣就好。你这么好的皮囊，不趁机秀一秀，让你那些小迷妹们疯狂一下？男孩继续打趣，同时有意无意地扫视四周。偷瞟的女生们顿时收回目光，开始假装忙碌起来。尹科对此毫不在意，只是声音轻柔地说道：“没有什么好秀的，我要藏起来，等那个真心喜欢我的人出现，到时候就给他一个人看。”男孩闻言，趴在尹科耳边说了什么，尹科笑着拍了他一下，接着两人一同离开了。我要藏起来，等那个真心喜欢我的人出现，到时候就给他一个人看。尹科的话我记了很久很久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。他不知道，吸引我的从来不是那些刻意的安排、拙劣的演技，而是一开始干干净净、温柔和煦的尹科。我喜欢的或许从始至终都是那棵树吧，只是这棵树忘记了他自己原本的模样，他忘记了自己的承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